通过美国房产税的作用看其私有制度。西方有句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社会上也有一种说法，美国的房子不仅是永久产权，而且房子上面的天空、房子下面800米以内的土地也是属于房主的。只有高于一定的高度之后，天空才是国家的。如果在地下800米内发现了石油或者是其他的矿产，这些资源都是归房主所有。但是我们要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个所谓的所有权，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美国人在房产税之下，其实住房负担并不轻，名义上属于自己的房子，实际上是政府的资金池。美国对于房子等财产就是这样每年征收一点税的。美国的房产税大概是1%到3%，如果按照3%计算，也就是33年多就把你的房子整体征收一遍。而且这个税收是按照房产的增长逐步提高的。房子的估价如果大增，你要缴纳的房产税也就暴增了。如果美国人交不出房产税，政府就把他们的房子拍卖了。只要是私人的房子，就算是房主已经死了，都要交房产税，而且这个税额是每年缴纳最高3%。西方能够成为钉子户的，恰恰是富人。那个房子对于他有特别的纪念意义，他可以缴纳高昂的房产税，否则对于你被拆迁房屋的漫天要价，会变成你房产税的计税依据，让你交不起税。美国房产税属于地方政府征收税种，州政府大约占房产税总额的3%到5%，下一级的地方政府、县市区、镇、学区、社区占95%到97%。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大约占30%。一般占地方政府税收的70%左右。这样的对于房地产的收税，就是这些资产属于政府的例证，或者是政府侵犯公民私人产权的做法。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的个人收入增长28%。中等价位房的房价增长48%，而美国房产税的同期涨幅是62%。曼哈顿的地产税高达3%，对于租金3万美元的公寓，例如买下公寓至少要100万美元，每年的地产税就要付3万美元，再加上每年几千美元的管理费、水电费，根本得不偿失。这就是为何90%以上的曼哈顿人甚至一辈子都租房住的原因。而政府从富人的房产上征税，等于在补贴普通工薪阶层，因为政府规定每年房租上涨的幅度不得超过3%，以期将房租控制在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价格。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土地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但是实际上是私人占有和使用。我们的70年土地使用权是没有美国这样繁重的税收的。按照民法典，到期是要无限续期的，即使是现在物业税的4点，也是对于新增房和高价房的征收，等于是征收奢侈税和把土地出让金由一次缴纳变成分次缴纳。很多人认为美国土地是私有的，其实美国的土地私有率并不高。目前，联邦政府拥有美国的国土面积30%，而且这一比例逐年的增加。再加上各州政府、县政府
和市政府拥有的土地，私人土地的比例就更小了。美国的土地归属实际上也是经过改革等才确定的。美国独立后，联邦政府对西部土地实行国有化，并决定按照地段分块出售，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偿还国债和满足土地投机者的要求。但是，出售土地单位的面积大，价格高，西部移民无力购买，因而展开了长期争取无偿分配土地的斗争。由于南部奴隶主的阻挠，直到内战前，无偿授予移民土地的法案均被参议院否决。1862年，美国的总统林肯颁布意在无偿分配美国西部国有土地给广大移民的法令。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于1862年2月28日和5月6日先后通过宅地法，凡一家之长或者是年满21岁、从未参加叛乱之合众国的公民，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10的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160英亩。1英亩等于4047平方米的宅地，登记人在宅地上居住，并且耕种满5年，就获得土地执照，而成为该项宅地的所有者。宅地法还规定一项折偿的条款，即如果登记人提出优先购买的申请，可于6个月内以每英亩$1.25的价格购买之。这样的政策与我们当年分田地以及后来的宅基地政策是相像的。这样的政策也是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而北方的胜利也是与占有土地的人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有关。在这样的制度下，南方的大地主、大种植园是被剥夺权利的，土地的集中趋势受到限制。在我们说南北战争是解放黑奴的战争的背后，这个战争更是一个土地革命的战争。在当年，黑人是奴隶，是没有政治地位的。南北战争也不是黑人奴隶的暴动，该战争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土地战争。到今天，美国以解除种族隔离和人权为道德制高点的时候，当然要把这个抬升到前面。而支持土地均贫富的势力是欧洲外来的势力，是在欧洲被限制拥有土地的人群。这些人群操纵和主宰美国的金融和产业。南北战争根本上也是美国资本的博弈。经过这场战争，美国的农业资本让位了工业和金融的资本。美国的房产税和宅地法背后就是金融资本打击土地贵族，打击南方的大种植园。这些人有大量的土地，对此要征税。西方的房产税都是面对封建的土地贵族的，背后还有就是掌控金融资本的人。因此，金融资本的统治就是对金融不征税，对土地和房产征税。美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就是社区居民自治。比如你喜欢一个小区，光有钱还不行，必须这个小区的居民同意，你才能搬进去。买房不需要邻居同意，搬进去住才需要。如果你干了什么坏事，小区的居民可以投票赶你走，你不走就让警察拖你出去。而所谓的在你家地底下发现了石油也是你的，这样的说法也是一种忽悠人的说法。姑且不论在这样的浅层哪里有石油，即使有石油，你也要开采，也要征得邻居的同意的。尤其需要征得政府的道路规划等部门的同意。开采浅层地下的资源会造成道路等周围建筑的地基下陷，而且还有环境、地下水等资源的问题。实际上，是你打一口水井，都要政府和邻居的批准。甚至做一个中国非常常见的污水渗井，
也是不成的。这样的所谓地下资源所有权私有，只是名义上的。在西方社会，你的房子很多使用的权利要受到社区公众的限制，你的房子的装修的样子也要符合社区的规划。公众对你的房子的限制，体现了公众对于你的房子的权利，也是一种公权力。西方虽然强调个人权利，但是在西方，契约精神也是西方社会权利的核心。你对房屋的使用要符合公众的意思，也是一种契约精神的体现。因为这个社区的居住原则是以当初的契约形式建立的，在不同的个人之间，不是个人权利的无限膨胀，而是不同的人的权利之间以契约来维持边界。现在西方在中国兜售个人主义，对于这样的契约精神却是只字不提的。实际上，契约精神大于自由精神。我们更进一步来看，美国有极其高额的遗产税，这个税收实际上是对每一个人进行一次盖棺定论的所得税的清算。这个所得税的比例是非常高昂，而且可以达到你收入的一半的。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就是所谓的富豪裸捐的背后，是这些吸收捐款的基金会是私有的。这样的捐款实际上是有能力建立自己基金会的人洗劫其他人的方式。这样的基金会服务的就是真正控制资本的一群人，这个基金会就是他们的公社。这样的情况就是美国不到1/1000的人对于所谓的5%的人的剪羊毛。能够被基金会最终所得的，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你能够捐助到他们的基金会里面，名义上是回馈社会，而实际上是他们的子孙祖祖辈辈拥有这个基金会，让你的财富汇集他们的子孙。因此，美国的私有制度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私有。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